美国人在马六甲海峡布下的天罗地网，终于被中国从大西北一拳给彻底锤烂了。就在4月23号，这俄罗斯突然做出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巨大让步，而中国那个在心里面憋了整整30年，掐咱们2代人的心结，竟然在欧盟这帮大聪明的神助攻之下，就这么顺理成章的给解开了。这个心结就是中吉乌铁路，一条被搁置了整整30年的铁路，突然迎来了10级的破冰。俄罗斯这回不仅是松口了，不拦着了，甚至还上赶着给咱们搭把手，一路开绿灯。更搞笑的是这波天大的助攻根本就不是咱们费劲巴拉求来的，反倒得给这个欧盟送面锦旗。美媒这2天都快气疯了，直接是破口大骂呀，说欧盟这帮政客忙活了大半年搞制裁，搞到最后全是在给中国做嫁衣。那咱们先聊聊这个中吉乌铁路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凭什么值得咱们这么大动干戈？那大家看地图就知道这条铁路是咱们中国陆地向西走的一条救命大动脉。它从新疆喀什出发，穿过了吉尔吉斯斯坦，一头扎进了乌兹别克斯坦，直通中亚心脏那全长满打满算不到500公里，搁在咱们基建狂魔这儿只要这个资金到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最多3年绝对给你修得漂漂亮亮。可千万别嫌它短这区几百公里要是打通了，那是能救老命的呀。大家想想，以前咱们的光伏板新能源车想运到欧洲赚大钱，只有2条路第一条走海运，要在那个海上漂个大半个月不说还得过马六甲、苏伊士运河，那些地方动不动就有美国舰队瞎溜达搞个军演卡你脖子，成本高，风险大，简直是把经济命脉交到别人手里。还有第2条走陆路，那你就得往北绕，接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那这一绕得多走整整900多公里，运费贵不说还得看俄罗斯海关的脸色，人家哪天不高兴压2天货，你找谁说理去所以呢，早在1997年，咱们国家就高瞻远瞩，提出要修中吉乌铁路。那当时呢，咱们是满心欢喜心想中亚这几个国家底子薄，咱们是出钱出技术帮他们修路，大家一起发财，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肯定没几年就能通车了。结果呢，这一等就是整整30年那卡咱们脖子的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恰恰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大哥俄罗斯。有人就不明白了，俄罗斯不是咱们的好哥们吗？他为啥要卡咱们呀？各位，这国与国之间哪有什么纯粹的义气永远只有铁打利益。在俄罗斯眼里中亚5国从苏联解体起就是他们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后花园。俄罗斯就像个极其强势的婆婆这儿媳妇哪怕日子过得再穷，也只能在家里面老实待着，绝不允许外面的人来搭讪，更别说跑来修什么铁路了。可是这俄罗斯在国际上他又要面子，他不能直接指咱们鼻子说中国你不许修，那太难看了。所以呢，他就在背地里玩阴的。俄罗斯一会儿跳出来说中国老弟不是当哥的不让你修是那个轨距不一样中亚用的是苏联留下的宽轨，那你们中国用的是标准轨，这个火车它跑不到一块儿去咱们中国的工程师说好办呀，在这个边境建个换装站，或者用那个变轨技术不就行了吗？俄罗斯摇摇头，不行，轨距绝对不能改，改了有国家安全隐患。这叫啥借口就好比你要借个充电器，人家说接口不对，那你掏出个转换头，人家一巴掌给打飞了，不行，用转换头会爆炸。这就纯的是在胡搅蛮缠那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俄罗斯转头跑去中亚嚼舌根。兄弟们，你们别听中国的这个铁路修了也是背一身债你们穷的叮当响，还得起吗？别掺和。大伙儿看是很清楚俄罗斯这是怕亏钱嘛，他是怕中亚这帮小弟一旦坐上了中国的核心号尝到了跟中国做生意的甜头，以后就彻底不带他玩了他是怕后院起火被抢走。那中国为了顾及中俄的战略大局，也是一忍再忍多少外贸企业因为物流成本太高错失了单子大西北多少发展的黄金机会就这么生生的被拖没了。这30年咱们过的是真憋屈时间就这么耗着。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条铁路要成为有生之年系列的时候，局势突然像龙卷风一样变天了。2026年的4月23号，
上合组织召开了交通部长会议。大伙儿本以为又是一场打太极的无聊会，结果呢，俄罗斯的交通副部长突然拿起了麦克风，当着所有国家的面拍着胸脯表态了。他原话大概意思是各位，我们俄罗斯愿意全面协助中国建设中9铁路，我们一路开绿灯，绝对不添乱不阻挠。要知道就在2024年俄罗斯还暗戳戳的联合中亚内部的亲俄保守势力，疯狂阻挠咱们的勘探队进行测绘呢。怎么今天突然180度大转弯了？这变脸比翻书还快他不仅说不拦着了他还主动凑上来说，中国老弟，修铁路缺人是吧？我们帮你培养。跨国通关太繁琐是吧？我们帮你们去协调。这个姿态放的简直是上赶来献殷勤了。那网上马上就有人带节奏，还是普京讲义气知道咱们中国不容易，决定放行了。错，俄罗斯之所以突然放下身段低头认怂根本不是因为他愿意让步而是因为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如果再硬顶着不低头，俄罗斯这头北极熊就真的要被困死在冰天雪地里了，彻底没有退路了。而把他逼上绝路的正是超级大冤种欧盟。那说到这儿我真想给冯大妈颁发一个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奖杯那这2天美国媒体骂欧盟是地缘政治的蠢驴，忙活了大半年，纯属帮中国大忙。这话糙理不糙欧盟这回纯粹是自找的，活该。自从2022年俄乌闹起来之后欧盟这帮政客跟着美国屁股后面瞎起哄。截止到2026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搞到了丧心病狂的第20轮，从天然气、石油到金融系统，再到高科技芯片，甚至连俄罗斯的猫、俄罗斯的树都在制裁名单里。不仅如此欧盟还勒紧裤腰带砸了900多亿欧元援助乌克兰，摆明要跟俄罗斯死磕到底以前俄罗斯日子多滋润靠着卖资源给欧洲，每年赚是盆满钵满。可是现在呢，欧盟为了向美国表忠心，宣布全面禁购俄罗斯的能源，还放狠话要在2027年彻底断气。好吗？西边通往欧洲的大门被欧盟用电焊焊的是死死的，俄罗斯的财政收入瞬间暴跌财路被彻底掐断了，前线每天烧钱，后方金库底朝天，俄罗斯饿得头昏眼花，怎么办呢？西边不亮东边亮他只能被迫转过头，眼巴巴地望向了东方。放眼全球现在唯一能接触俄罗斯这么多能源，唯一有钱有实力能拉他一把的，就只剩咱们中国了。中国就成了俄罗斯现在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更要命的是俄罗斯突然发现自己后院起火了中亚这几个国家早就不是他能一手遮天的了。那各位看组数据到了2025年，中国和中亚5国的贸易总额直接突破了惊人的1063亿美元，仅仅用了4年翻了1倍多。中国早就悄无声息地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了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亚国家不傻跟着俄罗斯混除了买一点二手武器，听几句训斥，只能喝西北风连俄罗斯自己都在靠卖资源给中国吊命，跟着他混个屁但跟着中国混就不一样了修铁路、建高铁、盖发电站，这可是实打实的奔小康那中亚国家早就受够了俄罗斯的控制巴不得赶紧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这下彻底是看明白了，中9铁路他拦呢是拦不住了，如果再强行去拦不仅会彻底得罪中国，还会把中亚5个小弟彻底逼反。那到时候俄罗斯在整个欧亚大陆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所以说白了是欧盟那帮大聪明搞出来的极限制裁，硬生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顺水一推，推到了中国的怀抱里。正是欧盟的这种癫狂帮咱们解开了卡了30年的死结你说咱们是不是得谢谢欧盟这不叫神助攻，叫什么呀？俄罗斯这一低头让步最高兴最解气的绝对是咱们中国老百姓，30年的等待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那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太激动了不就是一条几百公里的破铁路吗？至于吗？至于，太至于了千万别把这当成一个简单的工程项目。中9铁路的开通是直接改写中国整个西半部战略格局的国运之战。那以前咱们西出吴门，贸易能源不是看马六甲美国军舰的脸色就是看北边俄罗斯海关的脸色。西方国家为什么敢动不动去制裁我们？就是因为通道太单一了，一旦被人掐住咱们就得憋气。现在呢，中9铁路一通，这就叫打通了任督二脉直接把中国、中亚
中东一直延伸到欧洲，彻底串成一条陆路大通道啊，凭空给中国续上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生命线。咱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啊，那以前新疆的特产太阳能组件要卖到欧洲，走海运啊要折腾个25天，走俄罗斯陆路起码18天，还得求爷爷告奶奶。现在呢，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啊，直接走中吉乌铁路，一路向西啊，只要短短的8天，时间缩短了一大半啊，运输成本更是断崖式的下降了整整30%。这对中国外贸企业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降维打击的能力啊，意味着无数真金白银哗哗流进口袋。更长远的看，一旦通车，整个中亚、中东的庞大市场将被彻底的盘活。咱们过剩的基建产能、物美价廉的商品，就能像潮水一样毫无阻挡的扎堆进欧亚大陆的腹地。到那个时候啊，西方国家再想在海上封锁咱们，对不起哦，我们早就不靠那几条破海沟吃饭了。你们封你们的，咱们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自己玩出一个新世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大局已定了。中吉乌铁路马上全面开工，俄罗斯在背后支持，中亚各国积极配合。欧盟政客再怎么拍大腿后悔，美国媒体再怎么骂娘，也改变不了这铁一般的事实了。咱们中国默默隐忍了30年，终于在今天彻底解开了心结，一拳砸开了西出的大门。